哇，这个漂亮！哇，漂亮！红海子，巴丹吉林沙漠里面有144个湖。2025年，我们拍摄了一部世界遗产巴丹吉林沙漠的纪录片。你看来，哇，好大！其中的那些艰辛，至今历历在目。哇，什么都看不到了，已经。惊险刺激之余，哇，还有很多难忘的故事和那些头脑风暴以后想到的拍摄手段，也想分享给更多小伙伴们。我这样的吗？哇，天啊！我操，慢点，这能见度太低了。哇，什么都看不到了，已经。我们这次短片的视角是风，因为风是沙漠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我们想以风作为主角来讲述巴丹吉林沙漠的前世今生。后来发现，这完全是没苦硬吃。前面那个沙尘暴有点大，还是要慢一点，怕前面有货车。几乎都看不见了。这边的环境之恶劣，沙漠的沙都已经吹到国道上来了。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巴丹吉林沙漠腹地的时候，一路上就感受到了它的脾气。幸亏是这座山脉挡住了南下的巴丹吉林沙漠，防止它们往南继续侵袭。山峰的这一边就是伊玛平川的腾格里沙漠的边缘地带，307国道也把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给隔开了。巴丹吉林沙漠盛行西北风，造就了西北边的海森楚鲁怪石城，以及沙漠内各种形态的沙丘。为了模拟风的主观视角，穿过那些被风化的怪石缝隙的感觉，我们尝试用 GoPro 绑在延长杆上旋转进入石头缝隙。这些完整的风城地貌对于研究气候变化和沙漠形成都有着重要的科学意义。但是这常年几乎不停歇的风，对于我们摄影团队却是最大的挑战。这风算大哈，很大了吧？大了，很大了。太大了吼！其实我们挑了一个最不适合进沙漠的季节，就是因为这个时候狂风盛行，每天几乎都能遭遇7级以上的大风，白天温度可以达到接近30度，而夜晚可能会降至0度。我们每一天的拍摄都是在追着风跑，不停地在大风中寻找拍摄的角度。我们现在在沙山顶，看风好大，我们的车就停在这儿。今天收工了。哦，这个好看。根本想不到微距下的沙粒居然是这么五彩斑斓。到我们的营地了，终于到了。住蒙古包吗？是？不是，是佛子。哦。由于是在沙漠里面顶着风来拍摄，细小的沙粒完全防不胜防。第一天的拍摄完成结束之后，摄影机彻底罢工，机器一响，软件失灵。先录之前都按不下去了，这会儿呢弹得起来不？还是有点卡。
感觉里头有东西。我操，那里面好多沙子嘛，吹下开几件都推不动。先刷。后面是沙子进去了。哇塞！全部封住，猛操。原先做的机器保护罩根本没有办法挡住四面八方吹来的沙子，你可以屏幕上面看是不是？所以只能用保鲜膜试着把机器能封住的地方都保护起来。哦，你看它有屏幕。现在几点啊？6点，准备出发了。现在我们的第一个地方是哪儿啊？第一个地点叫巴丹湖。啊，巴丹湖、淡水湖。巴丹吉林沙漠里面有144个湖，而只有12个淡水湖，这是其中之一。哇，这个漂亮。哇，漂亮！仙女湖。哦，那边还有个湖。骆驼，那是骆驼。还有一个骆驼湖。骆驼。红海子。漂亮哦！哇，好看！巴丹吉林沙漠最特别的是那100多个湖泊，每个季节都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但我们需要解释并拍摄这些湖泊的水从何而来。我们要去拍那个喷泉。因德日图湖的湖心有一处礁石，就在这块小小的礁石上不断涌出淡水。我们需要通过镜头来呈现水流涌出，所以进入沙漠正式拍摄的时候，我们就准备了很多的装备。这里我们需要用画面来讲述湖泊水源其实是来自地下淡水，而为了这个成片里短短5秒钟的镜头，我们整整花了半天的时间才完成。和别的沙漠不同，源源不断的水源给巴丹吉林沙漠带来了无限的生机，这里也成为了无数生灵的家园。这里有一个鸟窝。看出来啊！你起来。哇，好大！哇塞！最好玩的是湖里的蠕虫，这是一种生活在高盐度水体中的小型甲壳动物，以浮游藻类为食。它能通过摄食行为调节藻类密度，影响湖泊颜色。当蠕虫数量增多时，藻类减少，湖水颜色变浅；蠕虫减少时，藻类增多，湖水颜色加深。所以这里每个季节的颜色都不一样。但其实肉眼远不如微距镜头看得更加清楚。蠕虫还是维持盐湖食物链的基石，也是鸟类的高能食物。它吸引来候鸟，将这里作为无数候鸟迁徙途中的重要中转站。珍贵的水源让巴丹吉林沙漠的动物在极端干旱的环境下，还形成了独特的适应体系，成为全球沙漠生态中与众不同的存在。
摄影师扛着机器一顿狂奔，疯狂摄影师。拍摄沙漠里面的动物，又是一大挑战。为了这些拍摄，我们简直绞尽脑汁。抬起来的，要用这个电瓶憋着。小伙伴们真的是花了好大力气，带上各种道具，用美食作为薪资，重金聘请了几位演员参与我们的拍摄。3只演员，让他过来，太远了。到哪来了？就这个吧。哎呀，再帮我弄一下。你要让它往中间哈。你在那边赶一下，我就过来。拿个东西挑上去。过去，兄弟。混了半天，真的他妈啥？人家又出来了。算了。为了能拍到一个满意的镜头，我们用了接近1天的时间。在沙漠里面开车，感觉就是在开过山车。失重的感觉。但其实沙漠拍摄的困难远不止我们能想象的。巴丹吉林沙漠拥有世界最高的固定沙山群，高大沙山占沙漠总面积的1大半，其中秘鲁图峰相对高度超过500米，被称为沙漠珠峰。为了多角度拍摄出想要的画面，就得开车在沙山中穿行，寻找机位。这个地方，哇，那个啥，这样翻呀？我这样的吗？我去！每一次都在突破着我的想象。哇，天啊！哦，这家伙不好过。哦呦，我去，哦呦，不熟悉了呀，不好过了。不好过了，还留下来的风一刮就没了。刮没了。再冲一次。1755年建的沙漠腹地的巴丹吉林庙，所有的建筑材料一砖一瓦，全部都是要跨越沙漠才能运进来。这儿修建建筑的成本可想而知。听说这儿的一批砖，这样的一片砖，运到这个地方5块钱的成本。以前没有车的时代，从右旗骑骆驼到这个地方要1个月。你说他们是怎么想的，会在巴丹吉林沙漠的腹地选这样的一个地方来修行，并且是在200多年前就开始了。巴丹吉林庙修建于270年前的清乾隆年间，它深藏在巴丹吉林沙漠腹地，被高大的沙山所包围。
寺庙紧邻的湖泊，蒙语称为苏敏吉林，意思为有庙的湖，当地俗称庙海子。你好呀，你好乖啊。如果说湖泊是沙漠的生命之源，那么巴丹吉林庙的屹立便是为这片沙海注入了灵魂。它承载的正是人类以极端自然、谦卑共生延续1000年的古老智慧。回归自然呐、走吧你们，谢谢你们。为了这部5分钟的纪录片，我们团队先后2次到巴丹吉林沙漠进行调研以及拍摄。拍摄前，大家头脑风暴了很多想要完成的镜头，也准备了非常多的道具。虽然算得上是没苦硬吃，但是看到成片最后呈现出来的时候，每个人还是觉得非常值得。好看。别跑那么高。今天我们拍日落的地方。其实拍摄自然纪录片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好像在此之前，我也不知道沙溪的食物是什么，蠕虫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拍摄结束后，感觉自己才真正完成了一次巴丹吉林沙漠的深度旅行。